中国航天员惊恐地发现，飞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坠入空间虫洞。这是一场由粒子风暴引发的太空危机，飞船通讯系统失灵，航线丢失。在空间乱流的冲击下，星舟2号船体受损严重，不仅脱离了原定轨道，还被强行拽进了一片未知区域。科学家老郑经验丰富，通过目测猎户座星云的大小，他发现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：飞船明明才脱离轨道几分钟，竟神奇地来到了太阳系之外。更可怕的是，前方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。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，迟早会被吞噬。危急时刻，指令长决定孤注一掷，打开所有的频道，全力呼救。可救援没等来，却接收到一段奇怪的短波信号。用短波向外太空播放东方红，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，那便是1970年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。也就是说，在空间虫洞的影响下，求救信号竟意外发射到了1970年。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。要知道，现今可是2035年，信号居然穿越回了65年前。而远在1970年的某座科研基地，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异常，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。不仅如此，东方红回传的声波里还掺杂着一段神秘噪音，经过破译后，竟然是一个求救信号。就这样，双方依托东方红1号卫星建立了跨越时空的联络。几位航天员又喜又忧，忧的是70年代技术落后，恐怕难以提供支援；喜的是对面群星闪耀，不仅有2弹1星元勋，更有钱老亲自坐镇。这哪里是在求支援，分明是摇人摇到了祖师爷。一场前辈拯救后辈，过去拯救未来的特殊行动就此拉开了帷幕。在得知后辈的遭遇后，老一辈科学家当即展开救援，但有的人却提出了反对意见。是咱们自己人吗？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？证明身份，什么事情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。老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句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暗语。在确认对方的身份后，救援行动正式开始。可70年代技术落后，国内仅有4台超级计算机，还只能用于核试验和导弹轨迹计算。但这难不倒老一辈的科学家，没有计算机，他们就用算盘打，用粉笔和计算尺测算轨迹，并从全国各地加派人手，6000把算盘同时发力，草稿只足以铺满整座篮球场。因为只有算出这座引力场的运动轨迹，才能确定飞船的逃逸路线。但东方红卫星的设计寿命只有20天，20天后便会停止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必须要在20天内完成紧急救援。可面对如此大的计算量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老一辈的科学家真的能成功吗？这是暑期档即将上映的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。作为一部科幻电影，它的设定十分独特，以一颗卫星作为串联过去和未来的纽带。说起东方红1号，它是老一辈科学家心血的结晶，更承载着中国人的航天梦。试想一下，假如你置身外太空遇险，在千钧一发时刻，却忽然听到了东方红的声音，这会多么的有安全感和自豪感。此外，电影不只注重科幻，也不止讴歌了70年代的科学家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科幻电影里看到属于普通人的高光。电影里因为1970年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，根本无法完成庞大的轨道计算，于是只能发动全国几千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起打算盘，计算飞船轨迹。美式个人英雄主义我们看得太多，也讲得太多。国内电影最稀缺的不是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爽感，而是能真正拍出群星力量的叙事。群星闪耀时恰恰做到了。这里的群星不只有镜头前那几位顶尖科学家，更是那些连名字都未必会被记住的人，守护通信线路的民兵，在油灯下彻夜拨动算盘珠的计算员，趴在图纸上一遍遍核对坐标数据的描图员，还有那些轮流值班记录仪表读数的年轻助手。他们和钱学森、华罗庚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真正闪耀的星河。我们习惯了个人英雄的爽感，却忘了无数科研人员，甚至不是科研人员的人民，才是群星闪耀最厚实的底色。这部电影有笑点，有泪点，有非常沉浸的科幻大场面，尤其是置身外太空的场景，深邃美丽又充满未知，再加上紧凑的叙事风格，视听张力拉满。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和感动。那我说的话就是浪漫科幻好电影。不仅得到了郭帆和刘慈欣的一致好评，就连钱老之子和以前的秘书都亲临现场支持，这足以证明这部电影的品质。目前已提档7月25日全国上映，真心推荐大家去看看。这个信号来自未来。